未来烧光927亿，股东权益直接为负，这不是烧钱，是把未来炸穿了。2025年6月，一则财务数据炸裂新能源汽车圈，未来股东权益为负2.72亿，资产负债率高达 92.55%。这个号称中国版特斯拉的超级明星企业，市值曾冲上1046亿美元，如今却连自己的裤衩都保不住了。雪球、知乎、微博评论区哀嚎遍地。李斌烧的是钱，那明明是中国的新能源梦想啊！前有哪吒爆雷，后有未来崩盘，新能源行业真的是走到了尽头。927亿，要是给我可以开一家未来，可能还比他活得久。曾经风光无限，如今轰然倒塌。未来这次是真爆了。2014年，李斌在北京喊出一句"我们不差钱"，打响了造车新势力的第一枪。发布会1至8000万，烧钱建全球最密集的换电站网络，高薪挖人，自研芯片，豪赌电池技术。那几年，未来像个不差钱的疯子，但大家都爱疯子。2018年发布 ES8，2019年登陆纽交所，仅用5年从0到 IPO， 速度完胜特斯拉。2023年推出自主芯片杨戬，2024年神机 NX9031 智驾芯片登上央视新闻联播，手握4200多项专利，一度被赞为中国智驾领域的华为。但当所有人都在喊李斌牛逼的时候，财报已经在悄悄告诉你，未来在往悬崖狂奔。从2017年到2024年，未来亏损总额高达927亿元人民币，仅2024年1年就亏掉224亿，相当于每天烧掉6137万元。这不是战略性亏损，这是活活把命烧没了。曾几何时，3分钟换电的宣传片打动了亿万车主的心。中国高速公路上98%路网已覆盖未来换电站，这看起来是科技奇迹，实际上是个无底黑洞。一位内部员工爆料，换一次电的成本将近200元，用户付的钱却远远不够。再叠加羊毛党模式崩坏，有人用未来跑货拉拉专薅换电，有人把电池当充电宝转卖换电权益，更离谱的，未来车主把电池接到工地板房里当备用电源。这不是用户，这是现代化吸血鬼。未来把补能做成了被能补。网友讽刺李斌的梦想是让电池自动更换，用户的梦想是自动薅光未来。我们来看看最新销量。据中汽协公开数据，2025年6月第2周，未来主品牌销量仅为 0.31 万辆，加上子品牌也不过 0.47 万辆。而对手领跑同期销量超过1万辆，比亚迪更是周销超6万。资本的信心彻底破灭。高瓴资本2019年入局，3个月后紧急撤退。2024年，未来股价从 10.32 美元一路暴跌至 1.19 美元，接近退市红线。一季度亏损 68.91 亿元，李斌立下2024年 Q4 盈利的军令状，如今看就是一张死亡倒计时。投资人哭了，李斌也急了，裁员、改革、求资全都砸了上去。推行 CBU 经营单元重组，销售团队直接裁 40%， 与长城共享充电网络，与宁德时代共投25亿件换电生态。哪怕如此，资金压力仍然惊人。靠阿布扎比基金2023年注资22亿美金，合肥国资2025年再融资，未来才苟延残喘。但所有人都明白，这不是回血，这是续命。此时再回头看，未来的10年更像一场豪赌，压住高端定位，压住换电生态，压住情怀共振。可惜每一步都被现实反噬，从1000亿市值神话沦为负资产，这不是一家公司崩溃的故事，
而是整个行业拉响的预警。未来不是个例，哪吒暴雷，领跑自救，威马和爱驰几近边缘化。未来的危机折射出整个新能源行业正在步入淘汰率时代。整个中国新能源已进入塔尖之战，赢家通吃，输家退市。端传媒在极限竞争中国新能源汽车的膨胀与贪速中犀利指出，中国新能源产业正在经历从规模胜利到系统失能的断层。2024年，中国新能源汽车总销量达949.5万辆，出口超过120万辆，看似风光，但这背后是价格战、补贴依赖、低质量扩张的代价。而这场战争可能要由整个社会买单。中国政府在舆论上拼命为新能源护航，把产能过剩描绘成欧美封锁所致，但美国财政部长耶伦早已在2024年访华时明确表示，中国的新能源产能输出已对全球产业链形成威胁。欧洲也正式对中国产电动车启动反补贴调查。我们不得不问，未来的崩盘是否只是这个行业假繁荣的冰山一角？如果说未来是科技理想主义被现实掏空的牺牲品，那比亚迪很可能是赢者诅咒的新典范。从市占率来看，比亚迪已是新能源车的绝对王者。2024年，比亚迪全年销量302万辆，其中出口24万辆，超越特斯拉，成为全球新能源销量第一，市场份额超 36%， 是第二名特斯拉的2倍还多。但就在这光鲜数字背后，比亚迪也悄悄藏着一个恒大级危机炸弹——供应商的血泪控诉。类似的预警也在其他行业浮现。中国文旅部数据显示，2020年全国有850家5星级酒店，到了2024年底只剩下736家，5年内蒸发114家。这并不是普通行业的自然淘汰，而是消费层全面萎缩的信号。外国游客数量至今未恢复至疫情前的1/3，欧美国家更对本国公民发布赴华旅行风险警示。5星级酒店的萎缩是中高产消费力、国际信任、服务需求3项同时崩溃的可视化信号。它不仅反映出消费降级，也暗示着中国开放度与国际形象的同步塌陷。回到新能源行业，比亚迪的0公里二手车新闻在2025年引发不小波澜。媒体报道称，大量出口车以0公里二手身份低价甩卖，实为库存积压所致。而这背后是比亚迪在供应链端压榨的现实。一些供应商匿名爆料称，比亚迪付款周期从45天拉长到120天，甚至要求或先给钱后算，极大压缩了上下游现金流。这与当年恒大的高周转低支付如出一辙。通过割喉竞争维持销量，通过压榨供应链来冲利润，这种模式能撑多久？恒大式崩盘是否再重复上演？只是换了个赛道，换了个 logo， 整个营商环境也在悄然发生剧烈变化。2024年，全国工商注册量同比下滑 12.8%。2025年第一季度，个体户注销增长 41.2%。多地爆出政府拖欠工程款，中标企业拿不到尾款，法院资产拍卖密集上架，大量民营企业正在退出，创业正在被视为高风险行为，不是因为项目失败，而是制度和信用塌陷。税你先交，账你自己扛，货款收不到，贷款批不下，还要被查环保、查用工、查消防，这一整套链条正把生意人赶出商业环境。在这样的土壤里，再强的产品也活不下去，再有梦想的企业家也会被现实撕碎。中国政府曾高调宣称新能源、光伏、锂电池成为出口新3样，但数据显示，2024年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单车利润仅3200元人民币，而特斯拉在海外单车毛利超过 22%。
这种出口结构并不能真正带动经济转型，反而加剧对低成本、低利润、低技术门槛的依赖。当技术红利被制度风险吞噬，当全球市场吃撑，当补贴退出，剩下的是一地鸡毛。未来的崩盘只是这一切的缩影。比亚迪会不会走上同样的老路？新能源还能否撑起整个制造业的转型？这场泡沫破裂的连锁反应，谁能幸免？最关键的问题是，当未来们烧光百亿而依旧无解，当比亚迪们成为恒大的候选者，这场产业豪赌的最终代价会不会转嫁到社会全体身上？那些曾信奉中国制造红利的人，正在经历信仰幻灭，而这或许只是开始。